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马上关注一下哦，因为再过2天48小时，马上就要美选投票啦。现在已经有7500万人提前投票，现在看起来呢，这个贺锦丽跟川普啊，好像是一个五五波的这种态势哦。那当然，摇摆州啊就更洞见观瞻了。现在根据统计呢，5号总统大选之前，现在已经有非常多人7500万人投票了。那川普他是在这个宾州哦、北卡以及乔治亚这3个摇摆州比较领先的。那贺锦丽呢是去到了这个密西根州来造势。那川普还喊说啊，媒体挡子弹。他说后悔2020年没有死守白宫哦。他在宾州造势的时候啊，还继续在卖他的这个阴谋论。他说2020年不应该离开白宫的，抱怨周围都是防弹玻璃啊，然后扩大暴力言论，还说不介意让做假新闻的媒体来挡子弹。那因此呢，现在这个贺锦丽也好，川普啊要进行最后的催票冲刺哦。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的统计哦。贺锦丽在密西根州，他造势的时候告诉记者，他说其实呢，才刚填好这个邮寄选票，选票正在寄往加州的路上，而且他还公布了一段影片，呼吁大家大选一定要去投票啊。路透社讲说，现在选情非常的紧绷哦，60岁的这个贺锦丽获得了女性选民的主要支持，那78岁的川普呢，则是男性为主的拉丁裔选民支持度比较高。那但是呢，另外的一个民调显示哦，这个 ABC News。他们讲说，贺锦丽在全国的民调来讲的话，他现在目前大概只赢川普1个百分点哦，一个是47.9，一个是46.9，所以差距非常非常接近。摇摆州，川普是在宾州、内华达州、北卡州、乔治亚州，还有亚利桑那州取得领先，大概最大的幅度是2个百分点。那贺锦丽是在威斯康星州跟密西根州占优势哦，大概幅度呢是1个百分点上下。纽时的封关民调则是讲，贺锦丽在北卡乔治亚超车，那这个川普是在宾州哦，有点追上来的态势哦，因为他原本是落后了4个百分点，但现在已经打成了平手，选战激烈的程度，他说堪称10年来的首见哦。但是你看杀成这个样子，大家最担心的就是选后的美国会是怎么样子哦。有钱人先走了，看到了这个报道说破纪录，这个 CNBC 报道，移民律师表示，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前夕，越来越多美国富人计划离开美国，许多人担心哦，不论谁胜选，都会出现政治跟社会的动荡。那股神巴菲特也是啊，股神巴菲特的动作，他就是在第3季的时候卖出了苹果股票，是不是也反映出来对于接下来美国股市前景是看淡的呢？所以他必须要先这个获利了结，做一些清仓的操作。所以接下来的这个美国市场，可能巴菲特的动作已经告诉大家了，他会就是用谨慎，然后先卖出的方式来看待。那匈牙利总理奥班也讲，他说如果川普赢得了大选的话，欧洲恐怕需要重新考虑援乌一事哦，因为欧洲将无法独自承受这场战争带来的负担。也就是说，美国应该不会再继续援助乌克兰，欧洲自己是不是有想过这场战争还要继续援助下去吗？还是应该赶快画下句点了？所以我们来看看，现在泽伦斯基是不是也快崩盘了呢？因为剩下2天，川普有可能非常高的几率会当选。那对于泽伦斯基来说，真的是这个恐怕很头痛的一件事情哦。而且俄罗斯现在这个在红军城外头哦，也占领了乌东城镇啊，这个波克罗夫斯克以南的10公里处一个村庄。那波克罗夫斯克就是我们讲的红军城啦，它就是乌克兰的后勤枢纽嘛。那它现在目前呢，就是透过公路将顿巴斯几个据点连接起来，现在也是俄军在战场上的主要目标。那俄罗斯也向这个乌克兰发射了近100架的无人机哦，是不是也是在这个美选之前展开一波这个最后的这个大规模这样子的一个攻击哦？那发射了96架无人机，加上1枚制空的制导空对地的导弹。泽伦斯基提到啊，过去1个星期，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大概900枚的这个炸弹还有500架的无人机跟30枚的导弹，加大力度甚至北韩也是选在这个选前倒数时刻，不是已经参与了这场战争吗？所以泽伦斯基要求西方国家要同意先发制人，应该要同意我们去攻打俄罗斯境内啦。他也着急，他也希望在美选定案之前，是不是赶快能够像之前一样。
赶快在像是库斯克这样子能够有一些占领的动作，还拿一些这个筹码再来做一些谈判呢？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选举？美国11月5号，我们这边是11月6号嘛，可能当天开不出来了，要13天啊。没有那么久了，吓死人了。我看到有的报道讲说，这个是最严重的情况，就是2个人都在拉锯中啊。目前传出来就是提前投票了将近7500万了，这个太可怕了。这个大概已经占了选民大概45%，就是你要算投票率嘛。那美国的合格选民是2亿4千万，你可以换算一下啊。所以很可能会有一种状况啊，就是实体投票所会先开票嘛，那很多州是川普领先，然后通讯投票第2轮开始开，然后川普一个一个被逆转。那你想一想会发生什么事？就又暴动了。这可能性太高了啦，尤其2个人的拉锯啊，如果2个人的拉锯是在15票之内啦，那个氛围会相当可怕啊。尤其目前已经陆续发生一些事件嘛，说通讯投票啦什么，因为他投票的方式有各式各样的，有吗？我就看到一个在非洲做通讯投票，然后按川普那个键都没有反应，这样，那个可能是暂时的啦，可是就有人就给你泼上网，对，说我川普怎么按的都没有反应，这样啊，那就不小心试试看，贺锦丽就投出去了嘛，就这样啊，他就是在秀这个事件啊，所以像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台湾，一定也变成网络的新闻嘛，那还有比如说。通讯投票，人家在整理票轨，就有人就丢一把火把它烧了，就乱七八糟的事件一大堆啦啊！所以坦白讲，我认为投票的选务啦，可能会有蛮多争议的，而且川普大概在半年前就开始号召川粉要去选务应征行政人员这个偏民主党的新闻也报道这件事，那就是说他们这一次就是杀得很激烈，他认为你会做票，所以我要派我的人进去守，对，是这个意思啦，就不信任到这个程度了啊，因为川粉大概大部分都不相信上次没有做票了，那共和党有1/3认为川普是被做掉了，我说上次了，对，所以你就想想那种氛围了。那我刚刚看到 NBC 的预测 ，NBC 是公认的左翼媒体啊。他说贺锦丽已经赢了，他刚刚登出来说贺锦丽已经赢了，说他用10000人的民调，然后那7个摇摆州贺锦丽已经赢了4个州，然后就直接宣布说贺锦丽赢了，这简直是啊！选举结束，这个我们台湾不能这样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还没有开票？对啊，他们既然到现在都还可以公布民调，我刚而且看起来都觉得很，他直接宣布贺锦丽赢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心情上的逆转啊，所以我觉得，就我有一些朋友也跟我讲说，那个极左翼对川普的 feel 啦，是认为他会变成希特勒，所以是选后的恐惧才开始啊。那川普这边是认为贺锦丽就是激进派嘛，可是就是现状啊，因为现在就是民主党执政啊，所以他是认为川普如果当选，左翼的反应会比较激烈。好，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最近他2个候选人都在互相抹黑对方，抹的手法都别出心裁。贺锦丽在这个华府的下面6万多人的最大的一次这个造势场合，前几天他说我告诉你们，川普上任以后，他到他办公室第一件事会做什么？第一件事他就拿出纸笔出来，写出他的仇人名单，意思就是说你们小心，让他当选，他就要开始上任，就要干嘛？要秋后算账，就立刻算账。对，然后呢？现在这个川普对于贺锦丽，他一开始从头就看不起他，他觉得他是一个完全不够格的，
他原来说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烂的总统，现在他又加一句拜登是最烂的总统，贺锦丽是美国历史上最烂的副总统。然后最近他干脆讲说，用英文很粗的话，他说贺锦丽是个什么东西，他讲了好几遍。你说他有什么资格做总统？那根本完全不够格。Who the hell is Kamala？ 这讲了好几次，这个是非常轻蔑。可是问题就是说，他们已经把对面相互都已经完全人格谋杀，对，然后定型。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他这个对美国社会的撕裂更大。那一上来，如果说那个川普上来的话，那民主党说怎么选一个希特勒出来？他会毁掉美国的民主，对不对？然后如果选出卡马拉出来的话，那个共和党就说他根本不够格，他有什么资格做美国的总统？对不对？所以就变成这个东西选完以后的问题我也很大，而且你不要以为美国这个国家这么上轨道美国这个国家，我们一般国人去都是去好地方哇，你看到的是第一世界的美国，美国还有第二世界，也就是一般中等的平，美国还有第三世界，拜托，第三世界也有投票所美国那些什么那些贫民区它也有投票所它那个地方全部都是民主党，它这个区全部都是民主党，你想想看。他们那个选务工作，你相信他吗？所以美国人不相信美国的选务是真正他们了解美国这个社会，他们觉得可以下手去作弊方态。你以为美国像我们台湾，像台湾亚洲？不是啊！我去过美国很基层的地方，你会觉得哇，老天哪，这还叫美国吗？对不对？里面人讲的英文你也听不懂，你讲的英文他也听不懂。然后呢，那个工作完全没有效率，那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我们不要说现在说谁会选出来，我真的怕这个选举又要重演4年前的那个混乱的局面。那这一次如果混乱起来的话，那是更严重。那恐怕整个世界都要跟着乱一阵子了。赖老师。我们很难想象美国的民主制度、民主政治发展到今天，我们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发展成为一个民主黑社会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民主黑社会，你看，其实这个在台湾也有点也是民主黑社会也就是说当选了以后就开始整那个他的对手对。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运用这个权力把对手干掉那现在大家都担心说，如果贺锦丽上来的话，马斯克说那我惨了，我可能人生也不保了，我可能会被整理，会被整肃然后这个贺锦丽说，如果川普上来的话，他的黑名单一堆，然后你美国人你们哪些人要被整了各位，这个像不像民主黑社会？好可怕然后现在大家更担心的一件事就是说，整个社会撕裂、动荡不安。也就是说，如果开出来的不符合这个民主党的预期，那搞不好会有暴动；不符合共和党的预期，搞不好会有暴动。然后如果说当天票开不完，一直往后开，而他的选情紧绷，一下子翻过来，一下子翻过去，然后呢，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过程中，那么整个社会可能慢慢的就有很多人拿出枪来在街上行走了。各位，这个想想，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况？这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在小社区里面。有一队的人马拿着枪，他是那个背章一挂上是共和党的，另外一派的人拿着枪背章挂起来是民主党的，然后彼此之间开始在那边叫嚣对骂，然后就看着选情哪一天变化，一下子这个川普领先了，然后另外一派就那边要那个获胜，另外一派就对空鸣枪。然后呢，等下又说贺锦丽赢了，然后另外一派就获胜，然后另外一派就在那边对空鸣枪，变内战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大家紧张到不行，富有的人里面在民调中有56%人说我要选后我要移民了这是百万富翁，也就是
他的财产超过100万的人，50%的人说我要走了，我想走了，我现在已经开始。那现在葡萄牙说对不起啊，投资移民的门槛要升高了啊，因为我已经受不了你美国人那么多人来，要去葡萄牙，要去西班牙，要去希腊，要去马耳他，很多有钱人，美国的有钱人开始想往欧洲人走，他们会逃去加拿大。对，所以你看，你能想象美国的一个民主制度玩到最后变成这样？不对的，而且呢，玩到今天大家焦虑到不行，就是因为55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预测说谁能赢，对，焦灼到这种程度，真的太可怕了，我觉得太可怕了。这个就是美国的民主黑社会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那会。好，大家现在关注这个神舟18回地球啦。这个3名航天员也创了太空出差最长的记录总共是192天。在微博上面，大家也是热烈讨论说，这个回舱成功着陆，平安回京了。在凌晨1点42分的时候呢，这个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啦。那1点51分确认3名太空人，也就是宇航员状态都非常的良好，所以这个神舟18号返回任务圆满成功。那这个太空人还讲说，感觉好像在这个炼丹炉里面回到了地球啊，这个形容也是蛮可爱的。这样子坐在炼丹炉里面回来啦，平安回来，任务完成。那另外呢，这个11月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华为接下来要推出这个旗舰机这个 Mate 70。看到余承东今天上午的时候在微博上面 po 文说，史上最强大的 Mate 11月舰，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在微博立刻冲上了第1名。大家想说啊，这个 Mate 70等着等着终于等到了。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在等 Mate 70等好久啊对，好，这一次纯血鸿蒙他就讲说这个 Mate 70其实有一些网络上面大家在讲说，这好像是这个是不是 Mate 70的箱子已经送到了一些店家里头他说未经授权不能够开启这个箱子否则要罚款。那后来又讲说这个不是真的啦，好像就又否认了这个消息。但不管怎么说，大家已经是只要是跟 Mate 70相关的消息都在这个网络热搜的词条。那还有网友讲说，好像有发现到说应该已经有确认的价格了，就是8599元，应该会在月底的时候上市，价格应该就是不太会变动，应该就是跟这个8599差不多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央视也有讲这一次华为呢，等于是绝地重生3大战役绝地重生。因为美国制裁华为是不给活路的，在2019年5月的时候，其实美国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嘛。换句话说，华为就从那时候开始不能用 Android 系统。本来在那个时空，它已经是这个销售2.4亿台的出货量超过了苹果，但是这样子一阵打压之下，让华为的销售量直接这个坠落。但是它现在绝地重生了，现在3大战役已经完成了底座、体验2个，最后一个就是系统。也就是说呢，鸿蒙纯血鸿蒙就是它接下来绝地重生的第3大战役了。那再来我们看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强调现在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他提到了中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家都来看看因为马上就要进博会开始了，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那李强也有出席开幕致辞，那包含了像马来西亚还有多国的总理都有来参加。这次的进博会是第7届，吸引了297家世界500强的行业龙头来参加，也创下了历史新高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其实对于全球的一流企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市场不能够错过这个市场。进博会也是1届办的比1届大。那他们又讲说，这是新朋老友相约东方那特别像是这一次欧洲，哪怕跟中国大陆有这样的关税制裁、关税战，还是有非常多欧洲的企业要来中国大陆。为什么吸引力这么强？就是因为现在有这个中欧班列让很多这个欧洲
的企业透过中欧班列要到上海来参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通道，让展品变成商品哦。那当然也是看中中国大陆这个市场，还有这个中国大陆的全国人大委员会在11月4号到8号展开。这次他们说会有更大的振兴计划，大概是10兆人民币的财政振兴计划。因此 IMF 就推估哦，中国大陆今年的经济增长大概是4.8%，2025年可能会成长到4.5%，也就是这个目前的这个成长力道还是普遍看好的。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人大选的时间是4号到8号嘛，因为那个财政刺激的规模必须要人大通过，所以前一阵子那个发改委跟财政部不能宣布，所以这次是玩真的，那为什么选在11月8号呢？因为他们认为那个时候比较笃定美国总统谁当选，那联准会刚好11月8号要开会，所以我认为它是对标的啦，那10兆是不是确定啊？如果确定，那今天那个上海应该要大涨啊，我认为还没有确定啊。那反正一定是2兆以上啦，不过2兆一定有啦，还有这个，反正大家都在等11月8号那一天啊。那基本上我觉得，大概人大常委会笃定就是要把它做强啦，因为 IMF 估计中国的成长率是4.8嘛，对，那距离5才差0.2，对不对？所以丢点东西就有了啦。所以我认为保5应该做得到啦，应该做得到。而且最近有一些指标都是比较乐观的，比如说制造经理人指数回到50.1，终于又回到正了啊。然后它的房市，大概止跌，第一次出现止跌，10月啊，从2月都是跌啊，10月终于止跌了，就是宽松政策奏效，或者是对房市的这个力撑的方案产生作用啊，比如说一直降息啊之类的啊，那还有也放宽买房的条件，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大家对房市能不能止跌，那止跌之后就会开始有买盘进来嘛，那另外就是大概就是带动全面，可是速度很慢啊，就开始进入扩张的轨道这样啊，所以这个财政刺激真的是蛮重要的啊。那华为这个 Mate 70 Pro 啊，它大概有几个方面是明显升级啦。第一个就是 CPU 啦，所以因为你如果用7奈米跟那个苹果的3奈米对比，那个打电竞呢，真的有差啦，这没有办法啊。那另外的是它的相机的像素，跟我荣耀一样到5000万画素啊 ，OK， 跟你的荣耀一样，是啊，对啊，那个高密度电池啦，听说续航力更久了啊。然后这个我就不知道什么叫新指纹解锁啊，这个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新人脸识别，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买了就知道了，可能不用这边揉来揉去，可能是超敏感的。或怎样，或者人脸很多角度都可以识别，我不知道啦，反正他就这样讲。那当然最引起注意的就是那个 OS 的操作系统啊，那个 Harmony OS 是纯血鸿蒙第一代啊，对，大概是这样啊。不过你如果没有很常去大陆，在台湾要用啊，因为这个我是过来人啊，你只要在台湾涉及支付，可能都不能下载，因为那个有软体设计上的问题。台湾涉及支付，比如说你要买股票啊，你台湾有股票软体嘛，还有你的银行的软体嘛。你是说如果它用台湾的对 App 的话，可能会有 trouble。不过你如果常去大陆，当然这一定是很好的手机了。对，好，来问介老师。对，像这个进博会哈，其实它的这个全名是进口博览会。为什么叫进博会？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政府公家部门出资来办一个博览会，来帮助外国货在中国大陆来销售。这个就是世界上很没有国家这样做的。那可见中国大陆它是一方面它是当然大部分国家都是要往外出口，
那大陆是希望有更多的进口进来，它还是保持一个开放，对，让这个远水，就是说不是只赚外国的钱，也希望好的企业透过这种管道能够进入到中国的市场。那他这次第7届，我看他统计数字，他是每一次越来越办越成功。那这些指标上就是最主要，你像这个国际500大企业，这次有297家500强的企业，几乎2/3了，几乎2/3。那这个数字今年是最高，它不断的。这个原因，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大概中国大陆市场还是对国际的这种大企业来讲，这个吸引力还是非常的大。第二个，再加上这个，其实整体的国际经济的景气是比较差的。那中国大陆今年不管是5.0还是4.8，IMF 4.8，还是中国大陆自己设定的5.0那就是以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的来讲，还是最主要的呢，能够怎么样？能够找到市场成长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呢，这个相对的，除了中国大陆，我觉得就是说开放的那个政策是很坚定的之外那么整个世界市场不景气那很多这个世界的这些很多不错企业那希望到中国大陆寻找更好的商机。对。那这种方式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说，很多国家只想说让人家买他的东西，可是没有想到中国大陆还想要买别人的东西。那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还是用一个开放的态度。最后呢，你让你一个比较不所谓的这种的保护的市场，最后对你的经济还是比较有好处的。然后呢，中国大陆的消费者也很有福。那现在在中国大陆你去看，那么到了北方城市里面，发觉它那个水果，它的那个超级市场里面放了一大堆热带水果那个放的那个榴莲然后呢椰子你到北方的城市都可以看到。那这就是一个你开放市场，其实带过头来，最好是给你的消费者，他有一个怎么样好的一个这个消费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第7届了，越办越成功。我想，因为它这个效果应该是很大的。好，来请教赖老师。进博会现在是一位难求就一摊难求你要找一个摊位实在是太难了而且价格是越来越高，都是大公司了。对，因为世界各国的公司都往这边挤了。对，过去进博会有一些空间是特别保留给台湾的那现在两岸关系那么的糟的情形下，我觉得那个空间根本都不再存在了这个坦白说，不应该意识形态把台湾害成这么惨。因为现在你要能够在进博会抢一个地方来去摆你的产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了。因为大家抢手抢得不得了嘛，都好几年前都要开始去抢位置了我个人是觉得说，台湾真的是错掉很多好的机会，不应该这样害台湾人这第一个。第二个，大陆的消费市场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大陆中产阶级是每一年是几千万这样一直在增加，所以全世界现在的经济都不好，都想办法多卖一些产品出去嘛。那你想想看，大陆办的这样一个进博会，你在这个地方里面交易没有成交之前是完全不要税的是成交以后，然后才需要扣税。那所以对于很多厂商来这边展品的话，对他来讲就变得很有保障了他进来不用扣税。然后呢，如果卖不掉再搬走嘛，那如果卖掉了才扣税，他马上又赚一笔钱又带走了。所以对于他们很多厂商来讲，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个风险降到最低，而且呢能够让他利润拉到最大，而且是大陆的这些进口商或是批发商来这边跟你批货，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等于是我的产品到这边来展示，然后大陆这边直接就如果能够货就批掉了，然后他们就能够拿到一大笔订单，他们工厂就可以开始开工了，这个多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进博会会越办越成功，而且只有大陆能够做得到，因为这是大陆首创，全世界都是像我们台湾都是在办展览会嘛，也就是说我的工厂在这个地方，我们请外国的采购经理来这边来买东西来下单，但是大陆不是。大陆是你把你的产品拿到我这边来，我这边看好了就直接订单就直接跟你签单了。你的大型的机器如果能够有交易，就当场就卖走了，你就赚一笔就回去了。所以对很多企业厂商来讲，500大当然都要进来嘛，谁不进来呢？而且还不用税，
你在展示期间都不用扣税，也就是说你在进博会里面，它是一个非关税区哎。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钱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稍后加入我们。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哦，这个解放军因为这个双航母的演练嘛，引发这个各界的关注哦。那这个大陆的官媒就讲到了，这个双航母的演练有助于提升打击效果，并且执行海上的阻隔还有海上封锁、区域拒止这些任务，还能够透过交替轮换配置24小时不间断的作战哦。所以这现在讯息更多了，就比起我们当时看到说哇这个编队非常的厉害，原来它还可以变成一个就是不停歇24小时的一直持续性的封锁岛链作战法。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解放军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最近就公布了模拟空袭上海的场景哦。那结果显示呢，他们只要透过3部的这个陆基雷达，就能够在180公里之外侦测到 F-22跟 F-35的逆踪战机哦。也就是说，你想要靠近的话，美日的逆踪战机一靠近180公里之外，就可以发掘他们的这个踪影。还有这个现在歼20的装备数量哦，根据美国的媒体统计啊，他们说现在大概大陆的空军已经有14个旅的装备，歼20的战机数量现在现役总数量超过了300架哦。那这款解放军第5代的战机平均量产的速度接近3天就可以完成1架的规模，非常的快速哦。人家说像是下饺子的这种形容啊。那歼20的数量看起来已经是大幅超车了 F-22，那因此现在第一岛链看起来，美国好像没什么优势了。所以有一个动作显示出来他们的一个危机感，就是他们现在不断的在升级冲绳的兵力哦。那五角大厦就宣布驻日3则空军基地36架 F-16战机呢，更换为48架 F-35的隐形战斗机。那驻冲绳加手纳空军基地的老式 F-15C 跟 D 替换成 F-15的 EX 战斗机。此外呢，美国的海陆战队呢，在延国基地的 F-35B 的战斗机的数量也会有所调整。那美国媒体又承认啦，他们讲说，这是近年来美国空军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最大规模的升级。那目的就是要针对潜在的中美冲突要做预备哦。那问题是现在中国大陆早就已经做好了这个第1级的预备了吧？所以美国才会有这样子的危机感，赶快做一些近距离的升级哦，就是部署在中国大陆的周遭，要赶快把所有的战机全面性的升级哦。那再来，我们看到环球网有这样的一个画面。这个是救援航空母舰的动力舟船。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哦，这个救援人员示范把水上动力舟桥的拼接行驶哦。那这个动力舟桥是由3座的河中舟还有2个岸边舟拼接而成，宽5.7米，然后最大承载量是70吨，每次可以转移一些受灾的民众，大概是450人。那满载的最大航速是每小时11公里哦，所以也是展现出来这个军力的这个部署。那更不用说接下来这11月的一大重头戏就是珠海航展，11月12号就要举行开幕的这个表演哦。那同时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这个现场的画面，就是歼10C、运20、歼16D 哦，很多的军机已经陆续飞抵了珠海，包含了运20啊、轰6啊、歼10、歼16、歼16D、无侦7，以及首次来到中国大陆的俄罗斯最新的隐形战机苏57哦。那还有这样的一个开幕日的这样的一个表演，这个等于说表演节目表啊。那我们看到里面包含了这个歼20、歼35、歼16、运20，哇，这个紧接着都在这个11月12号的上午密集展开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哦，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一次真的是精彩可期。那我们另外看到了央视的军事哦，还透露了一个，就是这个有点让大家抢先看一下，你看到这边是35吗？
这是让大家期待的3-5吗？这看起来像是3哦，然后这边是5哦。然后说先别急，珠海见，这样子放出了一张官图，新照片的官图哦。他说这个是新机型新涂装，为空军庆生。那直击第15届的这个中国航空展，有这个央视的军事放了这张图，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那另外歼35A 也亮相在珠海哦。大陆的空军第2型隐形战斗机歼35A 呢，将会在这一次公开亮相，也成为全球第5款的5代机。那未来歼20跟歼35A 2型隐身战机哦，搭配分工，然后增加制空能力，也强化地对海的攻击力。再来就是这一次俄罗斯也会参与嘛，这个苏57呢也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啦。那有这个画面拍下来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根据央视的军事频道指出呢，在周日的下午，也就是昨天下午呢，在山西的太原降落，这也是苏35首次到中国大陆来进行访问哦。那根据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节目表呢，会是在航展的第1天下午的1点钟，这个苏35也要进行一个飞行展示。所以这次人家说军事迷去一趟，真的是可以看好看满，真的是把所有很少见的这样子的一些战机这个厉害的武器都可以这个一览无遗哦。再来看到了这个西方继续拱火，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现在呢，根据朝鲜现在的动作，看到了韩国、美国、日本正在进行一些军演嘛，他们说要来反制北韩哦，所以他们现在就在朝鲜南部的海域来举行这个空中的军演。那朝鲜南部的海域是哪里呢？就是黄海哦。那在同一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也宣布了，黄海的北部在11月4号到8号要举行这个相关的军事任务哦。然后南部也宣布说，这个黄海南部也有相关的实弹射击。那是不是这个对准的就是美日韩这个现在目前进行的联合军演？那法国的戴高乐号这个也要说，根据军媒这个海军新闻报道，他说预计在11月要启程到印太，人家觉得很奇怪。大陆的军事专家讲说，法国只有唯一的一个核动力航母，却把它部署在亚太地区，感觉上面好像就是来摆拍一下哦。那事实上，这样子一个刷存在感，到底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有任何的威慑力吗？恐怕不见得有哦。那我们来问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这个珠海航展应该没有红6K 啦，那个太机密了。真的，可是有看到降落画面呢。红6K 不太可能吧？我认为他不会把最好的亮相了，不会那可能是红6。对了，不太，我认为红6K 不太可能。这个最近大陆其实很不寻常啊，做了很多秀肌肉的动作。这个他并不是常常这样做的。你可以看到那个9月25，他就射了那个东风31A 机嘛，对不对啊？然后接下来10月14就是联合利剑 B 嘛，然后10月17是习近平去安徽那个东风26B 的导弹旅，然后不是央视秀出那个导弹排出来的照片嘛，然后接下来就是双航母的演练，我们一般估计大概也是在10月17到10月21号左右了。你看从9月25这样连续下来的动作，那如果你要再加一个，那针对台湾的，就是平潭旁边那个牛山岛，不是做实弹射击吗？结果在射那个 PHL-16的那个远程火箭炮，其实这个真的很不寻常就说他怎么会在9月25到，就是他1个月的时间，那2次是对台湾，3次是对美国，这么频繁是要干嘛那我觉得他大概就是在赌啦，你这也不能叫赌啦，就是说，川普可能会上来，那要让川普还有他的国安幕僚，这个要拟定你的战略战术构想的时候想清楚，不然他干嘛做那么多动作比如东风31A 机是指我可以打到你本土，而东风26B 是指我第一线东风21被摧毁，我照样有第2线可以打到关岛。所以你第2岛链、第1岛链你也别想进来。那最后就是双航母
你要搞海上的作战，我也是可以，所以我是觉得很不寻常啦，所以你说美国也亮剑，这个叫小亮剑啊，48架F-35能干嘛？对不对？重点是你航母进不来啊，你航母进不来，你那个怎么作战啊？因为毕竟这是海上嘛，所以我说隐隐约约啦，就是中国大陆做那么多动作，我觉得就是在他大概是想说，川普是一个，因为他的眼中只看到中国跟俄罗斯啊，所以大概就是大国博弈，在他未来4年会进入新的阶段，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希望那个川普还有他的团队能够想清楚了，因为如果是贺锦丽变化不大啦。对，而且贺锦丽一般大家预期他就是被幕僚控制了，因为他没有想法，那个民主党的幕僚就会大量进去白宫嘛，然后他就会被幕僚控制。可是川普恐怕不是这样，川普可能是有想法的人，对，那他会觉得，因为我只能再做4年嘛，所以中国、俄罗斯、美国跟他交手，他一定要做出他的成就了，大概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不然我很难想象中国大陆有必要1个月内摆那么多阵干嘛这各种肌肉都秀出来了你不觉得吗？这太不寻常了，太不寻常那至于这个你说那个珠海航空展这个本来就每年都会有一些新增的项目啦，那不过我觉得在这里秀出来。大部分都是可以商购的啦，就是可以卖的啦，所以最好的一般不会秀出来。对，最厉害的好像不会展现。比如说人家这次比较注意的可能是运20那因为运20想买的国家就蛮多的那其他35A 有可能可是那个就是秀一下而已啦那这个至于这个其他的国家在台海周边动我觉得有的是针对大陆，有的是针对朝鲜半岛因为北韩也后来不是又这个高空射了一个洲际导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互相在比武啦，这个我觉得倒没有什么，我倒觉得美国跟中国互相在秀出他的实力的铺排啦，这个比较值得注意。好，来问季老师。对，当然中国大陆一定是感觉到这个，就是尤其美国为首的这个这些西方国家最近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周边水域包括第1岛链、第2岛链那个活动比往年都高了很多。你像这个，而且美国现在的做法，事实上就是要把这个欧洲的军力也拉到印太这个地方来。那么这个本来我们的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澳洲、菲律宾印度，美国看起来还不够，还要把欧洲的国家拉过来。现在陆陆续续欧洲国家已经像这个德国来过了，英国来过了，对，法国来过了，然后呢，这个连意大利都来了加拿大都来了因为这个都是我觉得就是美国基本上升高在这个所谓的第1岛链、第2岛链这一些水域的它的军事的所谓的它的展现，然后它的合纵联合。它的联盟这个效应，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事实上就是一个明显的一致回应的方式，就是我也展现我的力量，而不是让你在我的家门口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其实我看到就是说，像法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唯一的一艘这个是核子动力的航母戴高乐号也来。其实我觉得就法国来讲，过去它没有这么必要这么高调的来。对。那可是现在他也不算是师出有名，起码有人在后面号召，他就是跟随一下，跟团跟团，因为这美国显然是美国在号召的，以法国的力量，他是不可能把这个日本、澳洲印尼等国这些都一起给他拉进来的，然后美国也拉进来，所以我觉得既然有这些有人在那边登高一呼所以这些国家也就顺势而来。像法国事实上对他来讲他倒是在印太地方有他的实际上的这个军事力量存在，不像英国，英国退出香港以后，对，他在这个太平洋几乎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存在。
那它不需要像法国，事实上它在这个印度洋它有牛犁湾，在这个南太它有这个大溪地，所以它这两个之间它如果能够多有些展现的话，它这些海外的领域它也表示它军事能力是可以力量可以触及的，所以对它是有实际的作用。可是我也觉得它不见得是针对中国大陆的，真正不断的在中国大陆来做这种威慑的就是美国。对，那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起码川普的4年这个拜登的4年来这个我们这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军事情势有很大的变化。最主要原因我觉得就是拜登的他的这个军事跟外交战略的改变。好，请教赖老师。中国大陆的航母战斗群这个兵种很年轻所以他在利用任何机会在进行它的实战化还有临场的这种演训，它的密度跟强度都很强它要让它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它的实战能力。而这一次在南海，它的双航母所展现出来的，这种高技术的、高技巧的这种协同作战、联合作战事实上已经展现它在南海的一种威力，然后再搭配火箭军的区域拒止，还有就是在南海的这个7个岛礁的空军跟海上的各种资源俄国的一个军事分析家叫瓦西里他是在俄国蛮有知名度的一个分析家，他也参加过这个香山会议，作为这个 speaker 一个主讲员之一。他的评估里面就是说，在南海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挑战中国大陆的海军的力量了。我想他的评估是很谨慎的也很严肃的。所以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它大概就是45000吨左右。而中国的辽宁号航母都到6万吨了相差1万多吨的航母，事实上以美国的这个10万吨级以上的这个航母，在区域拒止内都没办法起作用。那法国的45000吨只有24架这个战机的这个搭配能力所以要到南海来可以秀存在感但是呢，能够起作用，我想是不大的那当然，他们也是应北约的要求，北约就是美国主导嘛。对，美国的要求说，北约的相关的海军国家都必须要轮流的到南海、到台湾海峡来。那这些国家当然就是已经是成为美国的附庸国了，所以他们络绎不绝的到这个地方来。我个人认为，基本上来讲，能够起的军事作用不大。但是表达他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可是问题就在于，不管在台湾海峡，或在南海，或者在东海这个地方，要跟大陆的海军、空军来作战，我觉得他们真的已经不是一个档次了那另外，您刚展现给大家看的，就是说大陆的这种工兵，尤其是在于架桥造梁的这种，尤其是浮动码头的这种工兵的作战能力，其实你对比美国当时在加沙地区要造一个浮动码头，花了那么长的时间，然后最后还沉没，还造成那么其他的船只的受损你就可以知道美国的工兵跟中国的工兵可能已经不是一个档次了。美国的工兵很明显的，它的整个理念跟技术已经是旧的，中国大陆的工兵的技术是新的一个档次。我觉得美国基本上在第一岛链早就不存在了，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遍，现在是被证明美国在第一岛链它早就退守了。那能不能守住第二岛链，现在对美国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